美国人肺都气炸了，印度竟然不讲武德，用美国最擅长的方式把美国给羞辱了。美印关税谈判还没结束，谁也没有想到，弱势一方的印度反而把桌子掀了，正告美国，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印度绝不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中国干成了的事儿，印度竟然把它说出来了，还想照着做一遍。更绝的是，印度还通告世贸组织，要对美国商品加征 7.25 亿美元报复性关税。现在美国一手王炸打得稀烂，已经懵了。一个工业基础弱得一塌糊涂，只能被迫找中国买东西的印度，哪来的脸跟美国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这样的话？可印度不仅一点不觉尴尬，反而觉得天经地义。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说谁都不准买俄罗斯的石油，谁买我制裁谁。结果印度根本不鸟他，买的最多，第二多的是中国。结果美国天天谴责中国，却不敢对印度说三道四。在印度看来，这就是印度实力的象征，所以才会底气十足，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把美国当孙子般教训。美国人气归气，可看了下手里的牌，还真拿印度一点办法也没有。首先，就算美国停了印度的贸易，印度也压根不带慌的。虽然一直以来印度对美国都是贸易顺差，金额还不小，2024年就高达456亿美元。可印度立国74年，有72年都是贸易逆差，而且是大额逆差，高的离谱。2021年逆差1564亿美元，2022年逆差2389亿美元。2023年逆差2431亿美元，2024年光上半年就逆差1854亿美元，换成其他国家早就崩溃了。可印度至今活得都很滋润，因为印度赚美元从来都没指望过正常贸易，凭的都是坑蒙拐骗的绝活。我们对电诈深恶痛绝，而印度正是电诈的鼻祖，而且他们是专盯着美国人骗。纽约时报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5600万美国人被印度电诈过，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一个上当受骗。印度每年光电诈就可以创收900亿美元，相当于对美国贸易顺差的2倍，还是无本生意，来钱快多了。另外，印度还是世界第一老赖，遇到人就问你有没有钱，能不能借我一点，而且借钱的本事也大，每年都能借到500亿左右，借了钱还压根就不打算还，也都成了无本收入。2022年2月，就有57个上当受骗的国家组团向印度要债，要求偿还数百亿逾期债务。除了骗跟赖，印度还喜欢养猪，养肥了再杀，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外资屠宰场。那些你能想到的跨国巨头去印度转一圈，就没有不横着出来的。每当印度美元不够用了，就会拿出花名册翻牌子，翻到谁就薅谁10几亿美元。而且印度不光人多，在外打工的人也多，每年的侨汇都高达1100亿美元。看到没？印度想要美元，根本不用苦拉吧唧的去做生意，随便动下歪脑筋就有花不完的美元。其次，美国还真不敢把印度得罪死。印度虽然实力不怎么样，没什么统战价值，但好歹也是区域大国，美国还指望跟印度联合起来，一起围堵中国，所以动不动就邀请印度参加联合军演，关键时刻还能唆使印度在藏南搞事情，牵制下中国。而且印度恶心人的本领当真一绝，对中国也是各种不服气，动不动就给中国添堵，比如重大会议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联合声明说不签字就不签字，这让美国很开心。不过印度玩的贼精明，恶心中国的事儿他很乐意做，却从不彻底撕破脸，始终保留着随时倒向中国的选项。现在美国单独对付一个中国都已经力不从心，再把印度推向中国，就真是自寻死路了。只要美国敢下死手，印度转身就能给中国抛媚眼。敢问美国老怕不怕？所以美国现在还真拿捏不住印度。印度有充分的自信可以搞定美国，因为印度自信能把美国玩得团团转，这还是印度最大的实力。小布什被一名伊拉克记者扔鞋子，并以2个低头灵巧躲过攻击，这一幕应该是小布什当美国总统8年时间里为数不多的狼狈时刻。这一幕发生在2008年12月14号，当天小布什在伊拉克时任总理马利基的陪同下，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表讲话时，突然被愤怒的伊拉克记者扎伊迪用鞋子问候，并喊道：“这是伊拉克人给你的告别礼，狗东西！”扔鞋这一举动在阿拉伯文化中很具侮辱性，其性质不亚于中国民间的泼大粪和欧洲的扔燃烧瓶。而那只被甩出的鞋子虽然被小布什灵活躲过，但却重重地砸在了美国国旗上。毫无疑问，这是对小布什的严重挑衅与辱灭。小布什颜面尽失，但竭力保持着假笑，说 So what if the guy threw a shoe at me? 他又佯装淡定地耸了耸肩，说：“我认为这恰是伊拉克迈入自主的证明。”更讽刺的是，那名扔鞋的记者成了伊拉克人民心中的国民英雄。事实上，小布什在8年的执政期间肆意挑起战争，大兴兵祸，令全世界战火纷飞，中东地区更是苦他久矣。像公开场合被攻击和辱骂这种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民间的辱骂更是严重，以至于小布什人都下台15年多了，还会时不时有人往白宫的留言板下骂他，或是寄信到他家去问候他满门。身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到底做错了什么，让其国民对他如此唾弃和痛恨？与为人正派、任期内呼声不错的老布什相比，在一代美国人的记忆中，对小布什的印象并不好。与其说他是个政治家，倒不如说他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
小布什于1946年7月6号出生于美国的东北部小城纽黑文，父亲老布什是美国前总统，主导了海湾战争。小布什的母亲也是名门，祖上是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的直系后裔。说小布什家是总统世家都没毛病。小布什18岁进入耶鲁大学，不过他不是考进去的，而是他爹花了一大笔钱买进去的。小布什很快开始了他放荡不羁，如花花公子一般的校园生活。他在读书期间有过很多个红颜知己，也出过不少风流绯闻。家里对他这些乱搞对象的事儿向来不太管，因为小布什的对象都是耶鲁的高材生。高材生的结合在布什家里看来不叫乱搞，那叫珠联璧合。从耶鲁毕业后，小布什的人生依然很潇洒，因为他的乱搞从耶鲁发展到了哈佛。期间，借着他爹的关系，加入了美国国民警卫队空军，服役5年半，获得过中尉军衔，完成了军队镀金。从哈佛毕业后，小布什做过石油生意，玩过职业棒球，当过州长，人生履历堪称相当缭乱。他的风流烂名也是长期在外流传，负心出轨、酒驾被罚、军中饮酒，一堆标签贴在身上。小布什在当选总统以前，头顶最大的头衔就是花花公子，懂王特朗普都没他玩的花。所以到后来，小布什从克林顿手中接过美国总统权杖后，依旧是糗事一箩筐。小布什的从政之路开始于1964年，也就是他被老布什送进耶鲁大学那时候开始。小布什是一边风流倜傥，一边积攒人脉。从性格来讲，小布什是一个典型的社牛，在学校跟什么人都能聊上两句，特别是一些富二代、官二代，跟他认识以后，都会成为他社交圈子中的核心。充分的交际和历练，使得小布什拥有了组织协调的能力，以及相当丰厚的人脉。我们常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如花花公子参选总统并最终胜出这种事，叫小布什自己来看，他会觉得这是他的厚积薄发，水到渠成。2000年11月，经过艰难的竞选过程，小布什最终成为克林顿的继任者，当选美国第43任总统，之后连任成功，连着当了8年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不但在国际上留下了骂名，在美国国内的声望也非常差，几乎人人谈之怒色。因为小布什是个花钱任性的主儿，他尽管留下了一些政绩，但代价却是数以10万亿美元计的债务。尤其是那场绵延数年的阿富汗战争，为布什政府的财政增添了2.26万亿美元的预算。美国次贷危机期间，为了挽救一些濒临破产企业，小布什不顾金融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行发行了数万亿的国债，并将这笔资金尽数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市场中。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确实被强行留在了金融赛道上，小布什此举为他在金融界留下了美名，却让普通的美国民众张口骂娘，因为这笔巨额的国债最后还是要纳税人来买单。有钱人有避税手段，穷人不交税，美国政府还不带着中层家庭薅羊毛。但是这些糟心事，小布什却没往心里去，因为此时已经是2009年1月，小布什任期已满，他可以潇洒起身，拍拍屁股扬长而去了。对于小布什不负责任的表现，美国大部分民众自然是恨得牙痒痒。为了发泄不满，经常会有人跑到白宫官网下，对着小布什的牌位亲切问候，或者把一封措辞严谨的信寄到布什家里去，并对布什家族全家亲切问候。大量的恶言恶语涌向小布什，以至于他都下台15年了，也消停不了。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离开美国政坛久矣的小布什进行评价，其认为多数美国总统在他们离任后仍得到美国人尊敬，而小布什却给出了反面的例子。这话总结得很到位。小布什任期内，一腔怒火持续燃烧了8年，烧出了天价的军费支出不说，又为了自己的天真任性发行了几万亿的国债，近乎10万亿的国债，你让美国人怎么还？也难怪小布什现任下台15年，至今都还有人往他家邮箱寄恐吓信，说他是败家子总统。如果不是美国人没有泼大粪的概念，恐怕小布什的门上会布满大粪，毕竟这可都是人民的怒火。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曾在他的个人回忆录里表现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13年前，人们就发现了美国很难与中国展开公平的竞争。那么，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究竟做出了哪些动作呢？奥巴马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又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下去呢？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动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许到了今天，很多人都忘了奥巴马曾经为打压中国所做出的一些努力，但这些战略依然对当今的美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曾经希望构建起一套涵盖太平洋周边所有国家贸易框架，这套体系不仅涵盖了美国、日本，甚至还涵盖了秘鲁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却唯独没有向中国申请加入这套贸易框架的橄榄枝，其用意可谓是昭然若揭了。美国就是想利用这套新的贸易框架将中国隔绝在世界市场之外，并借此手段令中国的经济逐步衰退。
但有意思的是，美国每4年就要举行一次总统大选，而到了大选年，美国政府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着大选本身来开展。当奥巴马正准备对中国展开打压的时候，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却突然如期而至。虽然奥巴马本人已经没有了竞选总统的压力，但他还是需要同民主党内部的各位同僚进行协调和沟通，尽力保证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入驻白宫。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特朗普宛如一匹政治黑马，异军突起，直接打乱了奥巴马主导的反华战略。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之后，中美两国的全面贸易对抗也拉开了帷幕。自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美国就对中国扔出了几乎涵盖全方位的打压措施，从大数据运算到通讯技术，再到半导体制成，美国将能够针对中国的招数都使了个遍。但最终，中国还是从美国的围堵和打压当中挺了过来。中国不但挺了过来，反而还让自身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令美国政商各界都始料未及的结果。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令美国不敢忽视的庞然大物，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也已经令美国无法肆无忌惮地打压中国了。不管如今某些美国政客对中国释放出怎样强硬的态度，他们都无法让中美两国彻底摆脱经济层面上的联系，因为双方经济脱钩的结果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美国在这一轮对抗当中明显处于下风。其实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奥巴马早在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预料到了，但即便是身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无力改变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奥巴马撰写的回忆录《应许之地》当中，他就曾经坦言道，13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美国根本无法同中国公平竞争。2020年11月，奥巴马的政治回忆录《应许之地》正式与公众见面。在这本回忆录当中，奥巴马详细地阐述了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一些白宫内部的秘闻趣事。同时，奥巴马也在自己的这本回忆录当中阐述了他对于美国政府某些政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对于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态度和一些观点。奥巴马在回忆录当中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当初克林顿邀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一个贫穷的中国对于美国产生的威胁远比一个富裕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大得多。奥巴马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年里接连不断地使本国的贫困人口进入现代化的工业生活，才让很多美国企业拥有了在中国市场持续发展的机会。比如，曾经在中国被视作奢侈品的电脑，在如今却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大学生上学时的标配。许多美国企业从中美两国的贸易当中都获得不少的利润。不得不说，奥巴马的这种评价和看法还是相对较为公正和客观的。或许是因为他不用再参加美国的政治竞选了，作为一个闲人，他也终于能够说一些实话了。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奥巴马居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早在13年前，人们就意识到美国不可能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因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的高新科技产业，而将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对外转移到了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这就造成了美国社会内部制造业空心化的现实。在美国经济数据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增长的那几年当中，制造业空心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还能够被掩盖一部分。但是到了今天，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胀问题，已经令很多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民众不堪重负了。这种情况也造成了美国政治版图的撕裂。如今，生活在密西西比州的失业工人很难理解加州和纽约州那些富裕家庭的生活和政治观点。在他们看来，自己仿佛和纽约市民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不同的世界。一个如此撕裂和孱弱的美国是根本无法同中国进行一场公平竞赛的，所以美国在面对中国时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出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妄图获得一时的领先地位。可一旦美国的某些企业和政客在对华交往时对某些措施产生了路径依赖，那么美国就相当于进一步失去了与中国公平博弈的能力。这种状况只会让美国的国力加速流失，甚至让美国逐渐走向衰亡。众所周知，资本总是逐利的，面对成本更低的生产模式，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企业自然会趋之若鹜。而当美国将本国的制造业企业集体迁出之后，这些企业也很难再回到美国国内了。曾经的美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碾压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今天世界工厂的名号已经被转移到了中国的头上，而美国的手中只是攥着一些看起来利润最高的高新科技产业与金融业。这些产业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失去了制造业的美国根本无法同中国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因为基础工业品对于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刚需消费品，就连美国社会中的底层居民和蓝领工人也不例外。但美国自身恰恰没有大规模生产这些基础工业品的能力，这也使得美国根本无法摆脱向中国进口基础工业品的局面。尽管目前的美国政府对进口自中国的多个类型的产品都加征了高额的关税，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对空输出而已。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非常聪明地将自家的生产线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也就是说，当今美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基础工业品。不管美国政府如何对中国的企业和产品发起制裁措施，他们都承受不起中美两国实现经济脱钩的代价。因为失去了制造业的美国根本无法同中国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到了现在，美国甚至只能通过一些虚空造牌的手段，试图利用国内法来对中国企业进行长臂管辖。但中国早就已经不是100多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了，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接受美国施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公平贸易条款，我们也完全有权利决定未来我国采取的贸易政策。当初是美国执意将中国排除在主流的市场体系之外，也许当初的美国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反过来利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掐美国的脖子。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甚至还会感到束手无策。其实无论是万斯还是奥巴马，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看见了中美博弈这盘棋局当中美国迫不得已的一面，但他们又似乎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局势。因为一切都已经发展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一切的结果都是由美国人一手造成的。事情发展到现在，某些美国政客还试图将责任甩锅给中国，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自欺欺人，对美国自身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当然，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为了与美国竞争，对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位置发起挑战。如果有可能的话，未来的中国也愿意与美国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这个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可是，如果美国国内的某些人依然要保持着冷战时期的旧思维，试图在未来的博弈和竞争当中与中国斗个你死我活，那么我们也只能拿出应对敌人的架势，与这些不怀好意的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了。